第184章，兄弟。在回石墨城的路上，为了确定萧炎的身份，雪兰也是隐晦地询问了几次，不过每次都被萧炎含糊地抵挡了过去。对此，他也只得无奈地瞪了对方几眼。然而，虽然萧炎并未亲口承认，不过雪兰在仔仔细细地扫视了一眼这家伙的容貌之后，心中却是终于认定了下来，面前的这位斗士级别的少年，绝对便是萧鼎与萧丽嘴中的那位修炼状态有些诡异的小弟萧炎。而在认定了萧炎的身份之后，雪兰看向萧炎的目光中也是少了一分戒备，多了几分柔和的笑意。在一路的畅聊之中，那坐落在塔戈尔沙漠东部外围的一所巨大城市轮廓也是隐隐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望着那不远处的石墨城，不仅雪兰等人长松了一口气，就是连萧炎脸庞上的笑意也是多出了几分。在沙漠中长达10来天的苦修与行走，实在是让得他精神颇为疲惫，如今能有一个歇息的地所，自然让得他颇为兴奋。在众人的欢喝声中，萧炎等人缓缓地来到城门口处，然后勇冠而进。沙漠之中的城市与帝国内部的城市相比较起来，多了几分朴实与厚重，或许是因为临近塔戈尔沙漠的缘故，这里的防御也比帝国内部要森严许多。城市中随处可见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巡逻着。进入城市之后，萧炎便是跟着雪兰一行人对着城南处行去。在转过几条街道之后，一个占地几乎能够与乌坦城的萧家大院相比的院落出现在了视线之中。在院落的上方处，一条旗帜随风摇摆，墨铁佣兵团几个大字绘制旗上，隐隐地透露着一股铁血坚硬之气。在大院之外，几名身形剽悍的大汉正手持武器的笔直站立，尖锐的目光来回地扫视门外过往的路人。从他们身体上隐隐散发的血腥味道来看，他们是真正的从刀口上打滚过来的铁血汉子，可不是那些在腰间配把武器便以为自己是佣兵的菜鸟能够相比。在这石墨城中，我们墨铁佣兵团的实力能够排行前3，仅有一个沙之佣兵团能够超过我们，他们的团长是一名大斗师，所以沙之佣兵团的地位无可撼动。而除了沙之佣兵团外，在这整个石墨城中，便只有暴风佣兵团能与我们勉强相匹敌。对着大院行去，雪兰对着一旁的萧炎微笑道，笑容中略微有几分自傲。微笑着点了点头，萧炎心中有些惊叹，短短几年时间，大哥与二哥便能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建立起一股不弱的势力，这实在是让他不得不佩服。自少他心中清楚，如果换做自己来的话，是绝对不可能有这般的成就。大哥一向机智过人，即使是父亲也赞不绝口。二哥为人谨慎凶狠，处事圆滑，手段颇狠，他们互相联手，加上出色的修炼天赋，实在是一对完美的搭档，难怪会有如此成就。脑子回想起昔日父亲对2位兄长的赞扬，萧炎忍不住的在心中笑道，雪兰，你们没事吧？听先前回来的说，你们遇到蛇人袭击了。走进大院门口处的一名大汉迎上前来，对着雪兰笑问道，没事。随意的摆了摆手，雪兰笑问道，2位团长在吗？都在。大汉笑着点了点头，目光在一旁的萧炎身上扫过，最后停留在他的脸庞之上，忍不住的笑道，自从知道这位小兄弟的姓名之后，2位团长可是兴奋的有些坐不住啊。很少见到一向自诩冷静稳重的团长高兴得如此失态。萧炎微微一笑，心头却是淌过一道暖流，对着大汉和善的点了点头，然后跟着一旁掩嘴轻笑的雪兰走进了院落。跟在雪兰身后，穿过几条小道，一路走来，遇到不少墨铁佣兵团的团员。而当他们在见到萧炎之后，脸庞之上都是浮现一抹惊异，然后窃窃私语了起来。2位团长经常会提起你，看来先前我叫回来报讯的那家伙已经把你给宣扬了出去。望着周围佣兵的表情，雪兰偏头嫣然笑道。苦笑了一声，萧炎点了点头，看来他是猜出了自己与2位大哥的关系了。再次跟着雪兰转过一条小道，一间宽敞的大厅出现在了面前。站在大厅之外，萧炎听着里面传出来的2道熟悉的男子声音，鼻子忽然略微有些酸。与家族之中的萧宁等人不同，在这个世界之中，萧鼎与萧丽
可是真正的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啊。不管萧炎性子如何淡定，可在这血浓于水的血脉之中，依然忍不住的有些激动与失态。深吸了一口气，萧炎对着一旁微笑的雪兰抱歉地笑了笑，然后缓缓走进大门，刚欲推门而入，房门却是嘎吱一声被拉了开来。房门被拉开，一张与萧炎有着几分相似的青年面孔忽然地显现了出来。青年身穿一套佣兵服装，挺拔的身子笔直有力，漆黑的眸子中透着慵懒与阴戾，脸庞之上笑意盎然，只不过这份笑意之下却是隐隐地藏着几分犹如饿狼一般的凶狠。显然，虽然青年看似和善，不过明显是那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临死都要反咬一口的凶悍类型。青年打开房门，望着忽然出现在面前的少年，微微一愣，旋即身体猛然僵硬，脸庞之上那隐藏着凶狠的笑意骤然间烟消云散，一股发自内心的灿烂温暖笑意极为少见地浮上青年的脸庞。望着青年温暖的笑容，萧炎鼻尖微微红了红，眼眶忍不住的有些湿润。以前在家族之中，即使是在自己沦落为废物之后，可面前的青年依然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仅剩的尊严，犹如那饿狼一般，将所有敢出言嘲讽的族人咬得遍体鳞伤，事后还不忘带着被家法事后而出的伤痕，在身边笑眯眯地安慰着黯然颓丧的自己。二哥手背抹了抹眼睛，萧炎盯着面前的青年，颤抖着声音喊道：呵呵呵呵，小炎子竟然真的找来了，哈哈。望着少年的模样，青年咧嘴傻笑了几声，然后快步上前一步，狠狠地抱住萧炎，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同样满是激动与喜悦。小炎子小时候的亲昵称呼让得萧炎微微笑了笑，手掌不着痕迹地将眼中的雾水查视而去，苦笑道：二哥，你想拍死我呀？小家伙不错呀，你那体质的诡异问题给解决了。萧丽笑着松开萧炎，手掌拍了拍肩膀，目光在其身上扫视了一圈，惊喜的道：萧炎微笑着点了点头。走走，先进去看看大哥吧，他可等了你不少时间了。说着，萧丽一把抓着萧炎，也来不及和一旁的雪兰打招呼，转身冲进了大厅。行进大厅，萧炎的目光便是投向了坐于首位的青年。青年一身白袍，此时正微笑着望着进屋而来的萧炎，较之常人要明亮几分的眸子中透着几分睿智与难以察觉的机智狡诈。小炎子，几年不见，真的长大了呀。白袍青年缓缓站起身子，盯着那身高几乎足以和萧丽相比的少年，眼眸中掠过一抹宠溺与柔和，微笑道：大哥。萧炎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波动，脸庞上的表情也是逐渐的变得犹如白袍青年一般平和了起来，笑道：大哥也是越来越英俊潇洒了。瞧得萧炎竟然如此容易便压下了心中的情绪，白袍青年脸庞上明显闪过一抹诧异，赞叹的点了点头：小家伙，看来在我们走后，你经历了许多啊，这般定力与心智，或许连你二哥都比不上哦。那种氛围虽然让人难受，可没有那种环境，我还真的难以走到今天的地步。萧炎摊了摊手，笑道：呵呵，你能走到如今的地步，自然是好。你二哥一直抱怨我当初没把你也带走，可在加玛帝国游历的那段时间，我们都几次差点丧命，若是让你跟在身边，岂不是反而害了你？留在家族之中，自少父亲能照顾你。萧鼎笑道：好了好了，好不容易见面，也就别再说以前的那些丧气事了。还好小炎子没出什么事，不然日后回去定要把那些小王八蛋好好教训一遍。挥了挥手，萧丽道：呵呵，好吧，不提以前的那些事了。萧鼎笑了笑，目光转向萧炎，含笑道：小家伙，听回来的佣兵的报道，你的实力似乎在斗师级别了。闻言，一旁的萧丽也是满脸惊异地盯着萧炎。他记得当初走的时候，萧炎还在3、4段斗之气徘徊吧，这不过短短3、4年的时间，竟然便快要追赶上自己两人了。前不久在历练时才进入的斗师，啧，真是了不起，这种修炼速度，即使是你小时候最巅峰之时也比不上吧。见到萧炎点头，
萧鼎与萧丽皆是忍不住的惊叹道：“哼，不努力修炼不行啊，毕竟3年期限可是快要到了。”萧炎耸了耸肩，笑道：“3年期限？”萧鼎与萧丽一愣，片刻后，萧丽脸庞上的笑意逐渐收敛，声音阴狠的道：“听说纳兰家族的纳兰嫣然真的来家族逼迫父亲解除婚约了？他们还真的是有些欺人太甚啊。”萧鼎淡淡的笑道，笑容中透着几分冷意。以墨铁佣兵团的实力，现在的确不可能抗衡云岚宗，不过他为人素来懂得隐忍，出来打磨了这么多年，那份隐忍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石墨城之中，搅糊萧鼎与恶狼萧丽之名，可曾经让得他们的对手寝食难安啊。哼，这些事情我会去料理，大哥和二哥安心发展你们的势力就好，说不定日后我得罪了什么大人物，还得靠你们保命呢。萧炎摇了摇头，戏谑的笑道。萧鼎与萧丽对视了一眼，脸庞上浮现柔和笑意，轻声道：“不管日后如何，你只需要记得我们是亲兄弟。当初建立墨铁佣兵团，我与你二哥所想的，便是能替日后的你建造一个安身之所。不过看你现在的情况，似乎已经不需要我们的护持了。”萧炎失笑，笑容中透着感动。